我是地中军，哈哈，我现在进入台北市啦。今天是7月21号，2026年，也是我们的专法进入元年啦。专法元年，今天的开始，所有的价格都会以时间来计算，保障最低工资啊。但是呢，它是在外送服务期间，这里面呢会要怎么玩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这要大家在不断在实验之后才会知道。现在中午11点整，刚接了一张单，他送了非常远，将近半个小时的路，他只给我50几块，是低于最低工资的保障的。不过平台说2个礼拜之后会补我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慢慢来。好，你好，33F 我拿走了，谢谢哦。以后呢，你可以不用停这个了，因为以前会停这些不好的地方，是因为想要赶紧把餐送完，但是以后不用，因为我们算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找停车格，停好之后再去取餐。例如说这边，你再走过去就好了，走路都有钱。在这个专法制度下，它有好有坏。那我们先不要管它有多坏，我们就看好的地方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骑车可以慢慢来。每次 Uber 改制度，第一天都会放福利。今天1个小时加175块，175再加上最低工资是245，这样算起来1个小时会有420块。速度不重要，你有无缝比较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送到客人那边，也不要急着结束这一单，我们要等到新的订单进来之后，再把它按完成。你是手很大对，没有，我在看我的方向灯有没有打。Hello，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？你好啊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是我们外送专法第1天呢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不管你是外送的还是消费者，其实都影响蛮大的。现在每一单的基本报酬不能低于45，不过消费者那边的完整配套好像还要等到下半年才上。所以你最近跑单，我觉得有差吗？很有历史性。我现在等红灯我都慢慢等，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，你知道吗？非常优雅的在跑外送。高楼层现在外送专法之后，我们也可以慢慢的爬。天气这么热，你爬楼梯在那边赶，其实是很喘的。接下来不要让自己太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可以停下来，对不对？看看风景。你看，大概是2000年前左右的我们台湾原住民的壁画。好，你好，这边好，拜拜。真的很有仪式感哎，就保持这个节奏，慢慢来，安全最重要。现在他算的是外送服务期间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看看你订单开始，直到那笔单完成、取消或者平台判定为结束的时候，那是以分钟为单位在计算。所以你还没接单之前，只是在线上等派单，通常不算在每笔单的服务期间里面。所以如果我没有单，它其实就是没有钱的意思了。叠单不是没有钱啦，现在是看每笔订单的基本报酬，每笔都要符合最低时薪1.25倍的规则，而且每单不能低于45元。但是平台可能会把叠单拆成不同行程来核算，所以你可以留意每一单的明细，看有没有单独计价。而且我现在跑的是 Uber Eats 的平台，那 Uber Eats 他说他要2个礼拜才帮我结算一次，如果他要少，他才补给我这样子。比如说叠单、夹单、单一张单价格不够这样子，就要等很久。等完之后，那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算啊！每半个月我都要把记录都拉出来，一一的比对，我就觉得 ，Oh my God， 怎么可能？这其实合理。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每一单记接单时间、完成时间，还有当下显示的基本报酬。那2周后对照有没有补到差额？对，不过我觉得比起算钱，你刚刚说没地方停车，安全更很重要。我觉得我都不用急，我刚刚应该就直接就去找一个停车格，停好之后再帮客人爬4楼送上去，这样比较刚好。我觉得这样的节奏蛮好的，不急。对，不急，因为它算时间的啊。这是什么外送社会主义元年吗？它有10个盖饭，他一定会做不完。我一定要在那边罚站等餐。如果真的等很久，记录一下之后比较好对。说到对账，你觉得 AI 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方面上面帮外送员算？比如说，我就把它截图起来，把所有的图片都存下来，全部图片就丢给 AI， 请他帮我算这样，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？以技术上来说，其实是可以的，但是目前你要我直接帮你算
太勉强你了，你是语音。对，你可以用其他的，那其实是可以做到的。好，没问题。主要就是截图，时间要清楚，之后就可以整理，把它弄成一个表格，看看哪一些账是对的，哪一些账是需要。如果跑25分钟，最低保障差不多大概是110左右。110还不错。今天比较特别，它有加码，每个小时加175块，把最低的时薪再加上175块。基本保障大概102元，如果加码是以服务时间比例算的话，大概再加73元。哇哦，右单成品南西店，好接。我觉得好像以后就不用接单了，直接开自动接单就好了，因为没什么好挑的，因为没单来就接啊，身上有单就好了，反正就是245嘛，钱也没有比较多。在难取餐的地方或在难送餐的地方，把车停好，比如说到北车，把车停好。不管你停哪里，慢慢走进去，慢慢处理掉，慢慢走出来，反正客人不重要啊。也不是说客人不重要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看路人过马路还不错，悠闲呢。来个红灯，对啊。我还有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取餐的时候，以前我们都看不到客人的楼层或者是备注这样子，但是新的界面呢，一开始派单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提供了。那如果你接了呢，是不是代表说，你就接受这一个派单，然后接受这个合约，所以你就一定要爬上去呢？你觉得呢？也接单了，等于说你已经同意要跑这一单，就是把这单安全的送到客人的手里。客人就想说，那以后我不要写楼层了，我也不要备注了。等那个外送员送到我家的时候呢，我再打电话跟他讲说，不好意思，我送上楼啊。客人会不会有这个新的反制？如果一开始看到的单没有说是几楼，现场才临时跟你说要爬楼梯，我觉得这个就不应该算在这个单里面。夏威夷饭就出现，上次你教了我一次，可是我忘记这怎么念 ，P-O-K-E Poke 还是 Poke 还是 Pokey？Poke 啦 ，Poke，哇，我讲了三个都错，我是没有什么语言天分。不会啦。哦，你好，有 Uber 的 FAC 吗？谢谢。哇塞，这间好漂亮啊！不是店员，我是说那个餐点，店员也很漂亮，超漂亮的。客人正在等我的餐点哦呀，他觉得我太慢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拖时间，我就照时速在走的啊，因为我都有录影为证的，完全没有拖时间的，我也没有去偷偷做我的事情。可他竟然会警告我，这是他是不是觉得我是薪水小偷？这个比较像是自动提醒，系统可能用预估时间去算，然后觉得进度比预期中慢，所以就会跳出来。但这个不代表说你做错什么啦，安全比较重要啦。走进去之后还走下去，因为它是 B2， 以前我是不可能接这一单的，外送员也不会想要来接这一单的。但是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我就是个薪水小偷啊！我也是照规则办事而已。逛街，哇，好漂亮的鞋子！你平常逛不逛街的？我自己是没有到非常爱逛街啦。你平常会逛街吗？我平常少，比较是上班，我都跑外送，我都看着别人逛街。372，谢谢哦，谢谢。有单了，等一下不对，这不能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刚刚看到它是 PC Home，PC Home 算是物流，物流的话呢，它就不算在专法保障里面，它属于物流单，所以这个不能接。Uber 的官方的新的契约公告里面，你去看一下，是不是有这一条？物流是不算在专法保障。官方公告有写，物流行程像优物流之类，原则上是不适用外送专法的。所以你刚刚没接 PC Home 那单，其实是有道理的吧？客人他的定位是在一间大楼。号码是对的，外面有外送桌，但是呢，他又备注说在东园市场内，我猜那个应该东园市场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你可以先以备注为主，到市场里面，然后因为通常客人会写市场内，就表示他可能不在外面的地址。我懂你意思。先到市场。他在市场里面嘛，市场没有地址，他就是写一个最近的这样子。那我就找一个停车位好好停一下，慢慢帮客人处理。以前的话不可能，以前就电话拿起来打给客人，不然就东西就丢在那边拍个照，然后就走了，这样什么都不管这样。现在不会啊，帮客人处理。我这边是 Uber 外送，我已经到这个地址的11号这边了。可是我看你备注上面是写东园市场内，实际上你在哪边呢？中间有一条小市场里面。好，那我进去里面再打电话给你。
大哥，不好意思，问一下，你知道东门市场在哪边吗？蓝色棚子里面那边。大哥，你好厉害，谢谢。果然，这个就是路是长在嘴上的。我如果这样去绕啊，我都不知道绕到什么时候。结果大哥就直接跟我讲了，超厉害的。你好，是健身吗？打油，谢谢，拜拜。我现在单送完了，处理完了，我还有20分钟没单，那我需要按确定送达吗？可是呢，我现在身上没有单啊，没有的话，这样子我就没有钱可以领了，该怎么办？客人刚传讯息来说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要麻烦帮我按完成哦，感谢麻烦你了。什么意思？他要我帮他按完成欸，我第一次看到客人这样要求。他的意思就是，请你在外送平台上把那一单按确定送达，就是把单正式的结束。一般客人不会管这个的，客人他就拿到东西就吃饭了。对，这算是一个提醒，你就照做就好了，就按完成，然后回他好的，你完成，谢谢就可以了。没问题。过了7分钟都没有单了啦，我亏了7分钟了啦。他1个小时才有加码175啊，现在我没有办法加码175，这样我很亏，我就领最低时薪，不是，我现在连最低时薪都没有，因为手上没单，我是0元，没有完全没有转法保障啊。我现在觉得那个客人叫我把那个单完成，我现在有一点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他说的没错，然后我也照做了，他是对的，但是我没钱啊，你怎么在乎这件事情呢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不懂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可以留言一下。哎，有单了，但是它是雷达，不代表那单是我的，哎，是我的了。你也别担心啦，这有单就先跑吧，反正客人说的就照做。那平台怎么样派单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嘛，先完成眼前一单一单来吧。我在路边看到一个计程车，花黑粉。哦，哇塞，欸，超聪明的！我看一下，他在路边呢，要画那个标线。那标线呢，刚好有一台计程车停那边。那停那边呢，这个施工的工人就很聪明，把那个计程车的轮子全部架起来，架起来之后呢，把它推出来。哇操，太聪明了啊！啊，你好，来拿Uber的664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去外面等，终于遇到一个要等餐的。以前啊，等餐都嘛，以前就会觉得等餐的时候很不开心，或者是什么就有拒单什么那些。现在不用了，等餐没关系，我外面等。他说2分钟，我给你3分钟，我们去看那个好了，划线啊。反正平台会给钱，他给钱这样就好了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，你们在划线，然后把它推出来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都是要做一个感应器啦。哦，做感应器，我喜欢丽丽划线。我这个都有申请路线检查都来过了啦，不要问那么多啦。然后我就觉得超帅的，不然的话，他停在那边，你也不可能叫他啊，他会来吗？他不会来嘛？有的会来，有的会来，不会来。你等到他来，你就不用下班了。也是要做啦。你说你们在做什么？感应器哦。对，你去看中间那个。它是停车的感应吗？对。看到，那个黄色那个。可是这样要怎么收钱？他怎么知道有谁来？他是感应到有车在那边嘛？收费的感应器。这个太聪明了，拜拜。OK， 我现在刚刚应该混了2分钟吧。跑去旁边跟大哥聊天，然后他告诉我，他把刚刚那个计程车移开，是因为他下面要装一个感应器。我以为是他画标线，他做一个什么停车感应的。他说只要放在外面就可以。那我们就下班啦，还蛮舒服的，今天还不错。我看一下我赚了多少钱好了，最低工资加上今天的补助175，加起来就是每个小时420块。那我跑了2个小时，也就是说840块，对吧？我现在实际上呢，只有领了618块，就是说平常的价格，我一单都没有挑。那如果专法呢，听说是2个礼拜之后才会去看一次，然后补钱。那今天的钱呢，但我实领618，也不差。好啦，今天这个外送专法测试呢，就到这边啦。小天可以跟大家说个拜拜吗？要记得请大家按一个什么啊，订一个什么啊？大家按个赞，开一个小铃铛，然后拜拜。就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谢谢小天，我是地中君，你的外送员一登车。大家